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！公主她出事了！公主好好的，怎么会出事？我叫你照顾她的。京剧该死！当日公主去吕府，我没有跟她去，结果公主就失踪了。如今竟然……吕不韦，出来！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嫁到韩国。啊！你发热了。没事，继续走。这个平安符，我从小带在身边，一直都平平安安。如今，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它会保佑你。这么一个简单的承诺，我都做不到。我连小小的幸福都不能给你。对不起，小的在相府门外等了整整2个时辰，越等越觉得不太妥当，于是后来就大胆上前跟相爷府的家仆查问，此事惊动了吕大小姐。后来她出来告诉小的，说公主已经离开相府1个多时辰了。这件事我后来也问过吕姑娘，据吕姑娘说，由于公主认得路离开，所以到最后吕姑娘没有送公主出门口。这么说，你并没有亲眼看见公主离开吕府？是，不过因为公主跟小的说，她只是跟吕小姐回相府取一些物件，不会在里面停留很久，吩咐小的千万不要离开，所以小的就一直在正门等候。若是公主从后门离开，小的就不得而知了。谢谢你，小的告退。大哥，可是公主又岂会贸贸然地从相府的后门离开呢？只有一个可能，
就是公主在不愿意的情况之下被人带走。吕娘荣和吕不韦的关系怎么样？大哥，我绝对相信公主的死跟吕姑娘无关。我不是怀疑吕姑娘，我只是怕她为了维护某人，所以才会说谎。大哥，你是怕吕姑娘维护吕不韦？现在要查出究竟谁才是凶手，我们要先弄清楚2件事，就是第一，究竟是谁想杀死公主；第二，就是公主究竟在哪儿出事的。大哥，公主不是淹死的吗？那里只是发现尸体的地方。我曾经检查过公主的尸体，我发现她的脖子上面有被人勒过的痕迹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有3个可能性，就是第一，公主不知道在哪里被人勒死，然后投到江里；第二，就是公主在吕府被人勒死，再把尸首丢到江边；第三，公主真的是在江边被人勒死，然后再投到江里。但是如果公主真的是离开相府才出事的话，我们就很难找到真正的杀人凶手了。你说的没错，所以我们要弄清楚2件事情：第一，是吕娘荣有没有在说谎；第二，就是公主是不是在一个不愿意的情况之下被人带离吕府。什么人这么大胆，竟敢在吕府里掳走公主呢？现在我只能肯定1件事情，就是公主一定是在吕府出事的。什么？向太傅，你要孤王下旨，好让你能够到丞相府中进行搜。若是向太傅3天2头前来吕府东搜西搜，下臣岂不是永无宁日？吕丞相所言甚是。向太傅，孤王现今准你以3天为期，到丞相府中进行搜查。3天之期一过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不得再到丞相府中做任何骚扰。我还记得当日公主刚刚完成嫁衣，可是发觉没有合适的事物，于是我就带公主回了相府，想帮她选择1、2件合适的事物。在公主临走之前，我还送了一只兔子给她。由于我要帮爹招呼客人，加上公主说她认得路回去，所以我才没有送她。很明显，这里先前有一个比较大的花盆放在这儿。怎么有只兔子在这里啊？我看看，这只兔子是当日我送给公主的。为什么这么肯定这只兔子是你送给她的？她的腿呢，有道红印。是有啊。吕大小姐，不知道你介不介意跟我合作？我想叫你吕府上上下下的人全都出来，我要每一个人都要证明当时有不在场的证据。
我已经照大哥的吩咐和京郡查问过吕府上下所有的人，在公主出事当日，由公主踏进吕府那一刻开始，一直到公主失踪那2个时辰之内，一共有8个人，没有办法证明他们究竟在不在吕府里。包括哪些人？除了几个吕府家将、婢女，还有嫪毐之外，还包括吕姑娘。小的听到向大爷跟相爷说要一间房一间房搜查，所以相爷命小的前来通知，叫老爷留在相府，不要外出。知道了，没你的事，下去吧。是。岂有此理，项少龙！你当相府是什么地方？本相念在你的公主死于非命，一再要搜查本相府，本相得由着你。如今你居然连我女儿的闺房也要搜！吕相爷不要生气，昨天我已经派人通知过吕相爷，因为在你相府中，当时还有8个人没有办法提供不在场的证据，所以我们才想来再搜查一次。而令千金正好又在这8个人当中。混账！任何人的房间都可以搜，我女儿的闺房绝对不可以搜。爹，女儿又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，你就让他们搜好了。更何况如今已经证实了公主在我们相府失踪，女儿也想协助向太傅查出公主失踪的原因。蓉儿，相爷，可否容许我跟向太傅说几句话呢？好，你说。本来向太傅为了查出公主的死因而搜查相府，是无可厚非的事。只不过我心中一直有一件事情不太明白，为何向太傅如此肯定杀害公主的人就是相府中人呢？公主在相府里面被杀害，当然是相府里的人干的。若我没记错的话，向太傅之所以如此肯定杀害公主的人是相府中人，是基于向太傅府中一位车夫的供词。不错，因为他可以提供出当时公主进了相府就一直没有出来过的证据。为何你会如此肯定这个人没撒谎呢？想知道此人所言是否属实，问问他有否当日不在场证据就知道了。他一直在相府门外守候，又岂会有不在场证据？对啊，小的当日一直在相府守候，并没有离开。有没有目击证人可以证明你这点？没有。无凭无据，任由你怎么说都行。我也可以说你当日在护送公主途中将她杀害。太傅，小的并没有做过此种事情。小的已经依照老爷吩咐买通了玉璧，我敢保证，那个马车夫绝对过不了今晚。你肯定没人看到你把那个东西放在相府马车里面。老爷请放心，小的办事一向都很谨慎的。你的，老爷，不知嫌少哦，小的不敢。只不过，老爷你也知道，经过这件事之后，恐怕小的也不能再留在咸阳，所以，小的希望老爷能够再赏赐一些给小的，好让小的有足够的盘缠离开咸阳。也好，所谓帮人帮到底，我也不差再送你上路。
石子路，每天早上我在上面走半个时辰，效果那么神奇呀！哈哈哈，向太傅真是一位奇人呢。对了，向太傅这2天心情平复了没有？孤王也没想到他对公主那么长情。他今日早上跟孤王说，推辞了内廷侍卫长一职。是吗？内廷侍卫长一职责任重大，不宜长期悬空。对了，大王，你记不记得朱姬上回跟你提过一个适合的人选呢？承蒙相爷器重，他朝若是有机会的话，嫪毐必定会答谢相爷提拔之恩。哼哼，提拔，本相何德何能？论到年轻有为，本相拍马也赶不上嫪毐你了。相爷言重了。若非如此，华贵夫人何以会在大王面前极力举荐你担任内廷侍卫长之职呢？华贵夫人有此举，也是看在相爷的份上。无论怎么样，如今你能够往上爬，你就好好的把握这个千载难逢之机，千万可别一不小心摔下来，令本相大失所望。多谢相爷关心。你要好好的记住，一个风筝，不论它飞得有多高有多远，始终都有根线牵引着。只要线一收，风筝随时都可以拉回来。相爷的金石良言，嫪毐必定会铭记于心。